在这个夏天，中国汽车经销商正在经历一场前所未有的生死劫。有人说，中国的 4S 店就像是暴风雨中的孤舟，拼命往前滑，却发现前面是无底深渊。数据显示，2025年上半年，全国仅有 30.3% 的经销商完成了销售目标，而真正实现盈利的更是只有 29.9%。这意味着超过一半的经销商正活在亏损的阴影里，每天睁开眼睛就是现金流的窟窿和不可预知的未来。这不是简单的行业困境，而是实实在在的越卖越亏。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在8月18日发布的最新调查报告，一针见血地揭露了经销商的窘境：52.6%的经销商亏损，17.5%勉强收支平衡，仅29.9%真正盈利。换句话说，在10家 4S 店里，有超过7家都在赔钱硬撑。更讽刺的是，经销商们为了去库存，不得不割肉求生。调查显示，74.4%的经销商不得不以低于进货价的方式甩卖新车，其中有 43.6% 的经销商倒挂幅度超过 15%。也就是说，一辆车贴出去的钱足够掏空1个月的店面租金。而新车销售本该是经销商最核心的利润来源，如今却成了亏损的重灾区。数据显示，新车销售的毛利贡献竟然是负 22.3%， 这是一个让所有人胆寒的数字。卖一辆车反而亏掉更多的钱，这在任何一个正常市场里都难以想象。在这种情况下，经销商们的生存几乎完全依赖售后和金融保险。数据表明，售后服务贡献了 63.8% 的毛利，金融保险贡献 36.2%。换句话说，中国经销商已经沦落到靠修车和卖贷款维持生计。如果把中国车市比作一个剧场，那燃油车就是正在谢幕的老演员，而新能源车则是光鲜亮丽的新角。从经销商盈利比例来看，传统燃油车经销商的盈利比例仅为 25.6%， 亏损高达 58.6%。而新能源独立品牌的情况稍好一些，盈利比例达到了 42.9%。表面上看，新能源似乎成了救命稻草，但实际上，经销商们也心知肚明，这只是短暂的繁荣。原因很简单，新能源车企大多采取直营模式，绕开了传统经销商。特斯拉就是最早的掘墓人，蔚来、理想、小鹏紧随其后，纷纷推行直营，直接把经销商推向悬崖。数据显示，截至2024年，中国已经有4419家 4S 店退网，这是自2021年以来首次出现的负增长。每一个关店的背后，都是无数员工的失业和一地鸡毛的债务。除了直营，另一股摧毁传统经销商的力量来自直播卖车。早在2019年，薇娅曾在2小时的直播中卖出了190万元的汽车，李湘更是帮长城汽车卖出200多辆，直接刷新了 4S 店的认知。到了2020年疫情之后，直播卖车迅速扩散，越来越多的主播涌入赛道。数据显示，2023年中国线上汽车销量同比增长了超 70%， 其中大部分是通过电商和直播完成的。而对于经销商来说，这无疑是釜底抽薪。试想，一个主播一场直播的销量，顶得上一个 4S 店1个月的业绩。更可怕的是，直播平台不需要昂贵的展厅，不需要庞大的员工团队，更不需要承担租金、装修、售后等繁杂成本。在这样的碾压式优势下，传统经销商根本没有招架之力。在巨大的亏损压力下，经销商和车企之间的矛盾终于被撕开。2025年6月底，上海、江苏、浙江、安徽4省的汽车经销商商会联名向车厂发出公开信，直言厂商存在强制压库，变相要求经销商低价卖车，
等行为，甚至涉嫌违反反不正当竞争法。类似的事件在过去几年频繁上演，比如2024年，保时捷中国因为压库问题被经销商逼得差点停提车辆，湖南的北京现代经销商则直接全省联手拒绝提车，要求总部解决库存压力和兑现奖励政策。当矛盾公开化，意味着行业正在走向失控。厂商要销量，经销商要生存，二者已经从合作伙伴沦为赤裸裸的对手。更大的危机已经显现。今年5月，比亚迪山东区域的核心经销商济南赣城集团突然爆雷，资金链断裂，震惊整个行业。要知道，赣城集团曾在山东拥有20多家 4S 店，年营业额超过30亿元。它的倒下绝不是孤立，而是行业风险的集中爆发。据媒体披露，赣城的问题源于比亚迪频繁调整政策，导致经销商现金流急剧恶化，而比亚迪方面则把责任甩给赣城，称其盲目扩张、高杠杆运营。这场互相指责的罗生门，实际上暴露了行业最根本的病灶：厂商和经销商之间已经彻底失去了信任。长三角4大汽车流通协会甚至罕见的联合发声，指出行业存在4大致命问题：一、目标制定严重失衡；二、返利体系畸形；三、价格体系全面崩坏；四、配套服务体系受损。这是赤裸裸的行业病例，没有一条是轻症。经销商的未来，死守还是出逃？如今的中国经销商就像是困在火炉上的蚂蚁，四处乱窜却找不到出口。有人选择硬撑，死守最后的阵地；有人干脆甩手，退出市场，宁愿止损。但无论是死守还是出逃，都无法掩盖一个残酷的事实：中国的汽车销售模式正在经历一场系统性的坍塌。过去，中国车市是全球最赚钱的市场之一，如今却成了资本最不敢碰的雷区。而无数经销商的倒下，可能只是这场行业地震的前奏。有人说，新能源是中国最后的救命稻草，但如今这根稻草正在变成压垮央企、国企，甚至无数中小投资者的稻草人。曾经的光伏和风电被包装成中国的新石油，资本、政策、企业一窝蜂冲进去，几乎每一场行业大会都喊出未来10年是新能源的黄金10年。然而，现实却在残酷打脸。数据不会说谎。据北京产权交易所和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的数据，2024年至2025年4月，仅1年多时间，全国新能源资产转让就超过100宗，其中国企和央企的比例高达70%。这意味着最应该扛旗的国家队，反而最先在撤退。更讽刺的是，有些央企把光伏电站挂牌卖出，底价竟然只有1元。比如三峡能源在今年7月16日转让曲靖精锐新能源有限公司49%的股权，挂牌价就只有1元。是的，你没看错，一座投入了数亿元的新能源项目，如今在央企眼中只值1块钱。这就是所谓的盛世幻想崩塌。为什么新能源项目变成了烫手山芋？一、电价暴跌，甚至出现负电价。江苏、广东这样的经济大省，电力合约价格大幅下跌；而在山东、浙江、内蒙古等地，电力现货市场甚至出现了负电价。这意味着电厂不但卖不出电，还要倒贴钱才能上网。内蒙古的数据最刺眼，今年1至5月，现货市场出清均价暴跌52%。二、收益率雪崩。国家电投2024年终止了山东衲人泰新能源100兆瓦光伏项目，原因竟然是其净资产收益率仅1.8%，远远低于资本收益底线7%。换句话说，做得越多，亏得越快。三、补贴消失，政策变脸。
10年前，新能源是政策宠儿，谁投谁赚钱。如今，随着136号文落地，新能源项目上网电量必须进入市场化交易，不再享受优先保障。短短10年，从补贴暴利到市场化淘汰，无数投资者被政策完成了接盘侠。国家电投、东方电气、三峡集团，这些曾经喊着新能源万亿战略的央企巨头，现在都在甩卖项目。国家电投光是在2024至2025年就转让了近40家新能源公司股权，涉及总装机容量3.2千兆瓦，交易价值高达180亿元。东方电气在8月5日、6日连续2天甩卖3家光伏公司股权，三峡能源更是直接上演了1元贱卖。央企甩卖的逻辑很简单，砍掉低效资产，保利润指标，亏损项目宁可一刀切清理。这背后是无数投资者的血泪。你可以想象，很多中小投资者曾被鼓吹新能源稳赚不赔，贷款融资砸进去上千万，如今面对的却是电站投产及亏损，收益率只有可怜的1%至2%，他们的钱血本无归。10年前，房地产是中国经济的支柱产业，人人相信房价只涨不跌。结果2020年后，地产暴雷，恒大、碧桂园轰然倒塌，无数家庭财富蒸发。今天，新能源似乎在重走同样的老路。前几年，中国一度是光伏装机量全球第一，新能源车销量世界第一，风电并网规模第一。一个新能源大国的幻想，掩盖了背后低效、混乱、虚高的现实。如今，当补贴消失，市场化来临，所谓的新能源盛世正在裸泳。很多人惊恐地发现，新能源电站不但不能成为印钞机，反而成了吞金兽。正如一位业内人士无奈感叹，新能源不是现金奶牛，而是烫手山芋。谁来为这场幻觉买单？央企、国企可以轻松甩卖，转移风险，资本大鳄也能抽身而退。真正的买单者是无数普通投资者、小企业主以及被裹挟进去的社会资本。有人因为新能源投资几千万砸进去，现在血本无归，甚至被银行追债。有人原本以为这是国家战略，稳赚不赔，结果一夜之间发现，所谓的国家战略可以转身比翻书还快。就像当年的 P2P 房地产，最后的受害者永远是普通人。在车市和新能源这2场大戏里，我们看到了同样的荒诞剧本。经销商拼命卖车，结果卖一辆亏一辆；光伏风电拼命上马，结果一开工就亏损。厂商要销量，甩给经销商；央企要利润，甩给市场和投资者。这个时代最大的悲哀不是亏损，而是有人永远有退路，有人永远在买单。车企和新能源巨头财报里依然亮眼，股价依然坚挺。真正被拖下水的是底层的经销商，是无数的小投资者。就像当年的房地产开发商跑了，金融机构抽身了，留下的是无数烂尾楼业主，一辈子的积蓄成了废墟。今天的新能源和车市正在把同样的剧本复制一遍。